家好，非常高兴，然后董总邀请我过来做这个演讲，然后这其实举办这次活动大家都花了很多心血，然后也非常高兴大家能够参加这次演讲。那么在做这个演讲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忐忑，我不知道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然后让大家了解关于大数据，然后关于我为什么走上这条路，然后，所以今天我当然会讲3个部分。首先我讲一下关于我自己吧，为什么我跟大数据结缘。然后我其实，在18岁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是过着正常的男生，玩游戏，然后学古惑仔，然后到高考的时候。因为我家里的教育就是属于那种放养的状态，就是不管你自己的生活你自己去安排。然后我自己当时就选择了计算机专业，因为我当时会觉得计算机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然后选这个专业，将来我可能可以到不同行业再进一步的发展。然后选了 CS 以后，大家大4以后很多人都会选择考研，那么当时成绩还可以。就去尝试去申请一些国外的学校，然后也是很幸运就拿到了 AUS 的一个 offer。拿到 AUS offer 要读 PhD 有那么多方向可以选，那我选什么呢？然后我回想我童年，其实我以前想做一名医生，但是因为很多原因啦，就做不成医生了。但是如果能用计算机的技术在医学领域做一点点贡献，那也不错。所以当时就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前沿的交叉学科 Bioinformatics， 在AUS 它叫 Computational Biology， 就是计算生物学，本质上就是用计算机的技术来解决生物的问题，然后最后把计算的结果告诉生物学家，然后这个结果是不是有道理，有没有生物学意义？然后看到这其实跟大数据也没有什么关系，然后跟新电信更加没有关系。在我读 PhD 的时候，跟大家也是一样的，苦于发 paper， 然后看很多论文。但是我很幸运的是，我当时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是 database，AUS database lab， 其实在全世界非常非常厉害的。我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当时就跟我讲，有一个 cloud， 然后 cloud computing， 然后就跟他聊，原来发现 cloud computing 可以跟 bioinformatics 结合起来，但是我们就是把生物心学一个很简单的找不同的基因跟疾病的关联这样一个数学问题，转化为一个 cloud computing 的问题，本质上就是用一个集群来做计算，而不是用单个计算机来做计算。然后这篇论文当时发表是非常的受到业界的欢迎，因为是第一次有研究小组用 cloud computing 来解决生物心学的 bioinformatics 的 GWAS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做完这个以后，但是那篇论文很快就被接受，然后当时审这篇论文的导师是英国帝国理工的一个教授，他是我这篇论文的 reviewer， 然后过了1年，他来到 AUS 做演讲，然后做访问，刚好访问的是我们的老板邀请他过来，然后就来到我们实验室，然后就跟我聊，你有没有兴趣到帝国理工做个交流？好。然后就一拍即合，我说好啊，我也了解一些 cloud computing， 然后，但是因为我是 AUS 的 NGS program， 他们很支持，就是说你在读 PhD 的时候能够去国外，特别是比 AUS 更好的学校进行交流，然后 AUS 很支持，还给了额外的补助，因为伦敦的消费很贵。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英国做了半年的交流，在英国在伦敦那样的一个大的环境。有很多像 IC 咖啡这样的组，大家对同一个话题进行研究讨论。当然那个时候因为我接触都是很多科学家，然后很多教授，他们都在讨论现在业界的趋势是什么，趋势就是 Big Data 或者说 Data Science。也是很偶然我就接触到这篇报告，是麦肯锡在2011年5月份出的 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这篇报告其实出来以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特别是给那些跨国公司的高管读完以后，他们就觉得是时候应该考虑是不是用数据做分析，然后挖掘他们公司已有的数据。我也是因为看到这个报告，然后热血澎湃，下定决心将来我应该要找一份
跟 Big Data 有关的工作，但其实在英国是很容易找工作，但是因为我身份的原因，很难留在英国。然后在新加坡，当时也是，回来以后，我 PhD 不是很容易找工作的，然后找了应聘了很多 PNG、SR 也都有，但是其实 Data Science 的工作不多，也是很偶然的机会，我去申请 Singtel 的实习，因为 Singtel 在我们计算机学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job description， 说他们要招实习生。我去申请的时候，然后直接 HR 就问你要不要找永久的工作，我说当然好啊。然后就很快他们就安排面试。那时我的直接老板是一个英国人，但是他以前是上海跟北京的混血儿。然后他看到我以后，他很激动，因为他们 Singtel 刚好正在做 reorganization， 就说他们在重新改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都用 WhatsApp， 打电话都用 Skype 或者 Viber。Singtel 的传统的 business 其实已经慢慢的下降，然后如果大家有买它的股票，可以看它的年报，一直都在下降。所以他们在改组，就成了一个新的部门叫 Group Digital Life。然后 Group Digital Life 里面有一个部门叫 R&D， 只有3个人，然后她是其中一个，另外也是一个波兰的一个美女。然后我当时就把我招进去，然后就开始做这项研究。因为 Singtel 它不单单只是在新加坡占有市场率最大，它在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还有非洲都有他们控股的电信商，所以它其实在全球大概有5亿的用户。我们就考虑到Singtel 有这么多用户，然后 Singtel 有那么多数据，待会我会讲 Singtel 有什么样的数据。其中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每一次大家拿起电话发短信都会被 Singtel 记录下来，因为你们每次都会连接最近的移动基站，对。但是很多年以前，因为数据存储的原因，他们应该懂，他们只保留6个月的数据，对吧 ？retention period。但因为我们现在考虑到数据作为一种资源，Singtel必须把它全部存储出来，所以我就是作为一个从最刚开始挖数据，把数据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把它清理，然后存储，然后做分析最初几个人，也就是这样一个原因，现在就在 Singtel 一直工作了1年多，所以很有幸，然后就是跟大家讲一些业界内部的信息。当然了，待会儿我还会讲一些关于穿戴设备、关于医疗、关于零售的一些例子。大概就是我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今天我主要讲3点了。大数据，首先我们要把定义搞懂，它为什么叫大数据？它到底有什么用？然后，要举例子，因为董总跟我讲，就是说你必须要让大家听得懂。我其实举了3个例子，好像后来我跟在座一些，其实我认识一些其中的朋友，他们说好像3个例子不够，然后我就多加了几个例子。我会讲尽量多的例子。当然，最后我要讲新电信如何用大数据来做分析，可能是要比大家想象的要更远一点。好，那我们先谈数据。数据的定义：孤立的、互不关联的客观事实，文字或者数据的符号。比如说，今天25度、33度，新加坡，这是很枯燥的、没有意思的信息数据。但是如果把这数据进行加工或者整合，它就会成为一条信息。比如说，今天新加坡温度是25到33度。但是这条信息是有时效性的，过了明天，那这条信息其实就对很多人没有用。如果我们把这条信息记录下来，然后再累积很多的信息，比如说我累积过去1年每天的温度，那么我们会得到这样一条知识：新加坡天气的平均气温大概是22到35度。有了知识，还仅仅是知道过去，然后我们总结过去得到的知识。那么如果我们总结了过去，再加上我们考虑其他的因素，可能能够预测未来，就是说考虑到将来，比如说气候变化，然后海平面上升，然后可能新加坡未来的天气平均气温是24到36度。这个就是怎么从数据到信息到知识到最后的智慧。当然了，这个预测将来不一定准，只是举一个例子，因为我们是不可能预测未来的。待会儿在这次演讲结束，大家会看到一段文字。所以我们预测未来都是带有一个概率有多少，误差是多少。
如果我们现在把数据的定义搞清楚了，那什么是大数据？先看一段视频。您或许听说过大数据，但您可能要问，它是什么？为什么我要关注它？顾名思义，大数据非常大。现在数据正在呈爆炸性增长。从人类文明开始到2003年，人类共产生了5 exabytes 左右的数据。2012年，全球数据量将上升至2.7 zettabytes， 相当于2003年之前产生的所有数据的500倍之多。而到2015年，数据量还将增长3倍。数据量不断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生数据的来源和设备不断增加。同时，很多数据如视频、照片、社交媒体评论和网站评述等等，都是非结构化数据。这意味着数据无法存储在预定义的结构化表格中。相反，它往往由形式自由的文本、日期、数字、事实组成。某些数据源生成速度极快，甚至来不及进行分析后存储。这也是 IT 部门无法单纯依靠传统数据管理和分析工具来存储、管理、处理和分析大数据的原因。难道我们只能忽略大数据？在大数据上花精力值得吗？答案是肯定的。近期 Gartner 的一项研究表明，仅有10%到15%的企业或组织机构能充分利用大数据，但这是他们的各项主要财务指标比毫无准备的竞争对手高出20%。这正是大意义。您猜对了。不过，为了从大数据中获得这些见解和竞争优势，必须采用创新型模式和技术。因为您会发现，大数据就像一座山峰，您需要不断从细微中淘金，将能够扭转竞争局面，令对手扎实的见解和知识转化为业务优势。设想一下，一家物流公司监测车辆载货、送货安排和实时交通路线的数据，他们使用的数据融合了卡车的实时 GPS 源、公共交通路线数据、载货或卸货 RFID 数据及其他来源的数据。现在设想他们接到了一个新的货运订单，应当派遣哪辆卡车呢？距离最近的那辆是吗？如果距离最近的卡车行车路线非常拥堵，该怎么办？或者这辆卡车上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装新货？又或者这辆卡车的行进路线坡陡路险，又该怎么办？在这些情况下，距离最近的选择未必是最佳选择，它可能费用较高，效率较低，甚至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做出最优决策的唯一方法是实时分析多个大数据源。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目的在于说明大数据会对公司收益产生怎样的重大影响。那其实大家看那个视频，大概有一个简单的了解。然后大数据的定义其实就是它没办法用现有的工具或者软件来提取、存储、搜索、共享、分析和处理的海量的复杂的数据的集合。其实这里面很简单的概念，像大家现在可能用的最多的是 Excel 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大家现在可能用最多的在实验室或者是在平时日常的工作用 Excel 可以做很多数据，基本上存储、提取、搜索都可以做。但是在大数据，我们尤其是在 Singtel 不可能再把数据呈现在 Excel file 里面，我们需要用很特殊的大数据的软件。比如说我们存储，我们要一个集群，数据是存储散布在不同的服务器上面。然后在搜索，我们有特殊的关于大数据的分布式计算的搜索工具，比如说 Hadoop Cloudera Search。然后分享同样的，不可能再就是发一个 email 或者是用 Dropbox。也就简单的说，如果你现在用的数据用的软件常用的可以做的话，其实大数据我们都要重新要学习，要用新的工具来进行处理。那大数据它的特点，刚才其实也讲了，业界普遍的定义就是它有4个 V：Variety、Value、Volume 和 Velocity。那
variety 就是说现在数据已经不单单是文本形式的存在，它有视频、有博客、有音频、有图片，这些信息我们都需要存储，而且特别是视频，数据量是非常大。然后价值的密度，因为数据量很大，就意味着很多杂音、很多垃圾在里面，所以你需要进行筛选，所以你需要有很适合的工具进行提纯。那么数据体量很大，目前 Singtel 内部的数据大概是100T 左右，100 TB， 然后但是目前在人类产生它有200 PB， 还有史上最全的话，如果有5 TB， 数据量是很大，然后速度变化很快，所以我们新电信来讲，我们可能每个小时要处理1000万条用户的记录。但这只是新加坡，因为 Singtel 我刚才讲，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子公司，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规模有多快。然后我自己还加了另外一个 V， 是 variability， 所以说同样的数据，你让不同的科学家或者是分析人去分析，得到的结果是不一定一样的。哪怕你有同样的分析结果，你让不同的决策者他们看到的结果，他们得出的判断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大数据领域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问一个问题，因为你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答案，但是你要问正确的问题，根据这个问题，你找到最适合你的答案。好，刚才大家了解大数据的特点，体量很大，速度很快，种类很多，密度很低，然后解释的可能性很多。那么大数据有哪些类型？传统的话就是说，在企业里面有 CRM。ERP 还有库存数据，然后上次听Jason 讲，好像是他们有点库存的数据好像有问题，还有机械传感器数据，这里就讲到我们的呼叫记录 call detail records， 所以说传统的数据我们只保存6个月，但是因为现在是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基本上保存了大量的 call detail records， 还有。你们在 IC 芯片的话，你们在工厂里面应该有很多的设备日志的记录，我不知道你们保存了多久。如果能把这日志拿出来，现在有一个专业的大数据软件叫 Splunk， 它是专门分析这种 machine generated data， 可以帮助你们搜索，然后分析，然后是把它 visualization。另外一种类型的数据就是社交数据，大家每天都会刷微博、微信，然后这种数据。而且因为这种数据是公开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利用。有一个公司叫 StockTwist， 他们可能利用不同的用户在 StockTwist 上面发的微博，然后进行股票的情感指数分析。当然了，还有政府的数据，政府关于人口数量、性别、性比例、经济发展，犯罪。人口数量的区域分布等等，这些数据都在政府掌握着，然后这个数据很大。当然了，我们还有个人数据 （personal data）， 你们每个人都会拍照，现在还有美拍，还有你们的工作文档都会记录下来、存储下来，但不会把每一个照片你们都会分享出去，所以你们有自己的个人数据。那么讲了这么多数据类型，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个所有数据的全貌。如果把所有数据画一个圈的话，大数据肯定是占其他很大的一部分。然后他们有一个交集，就是 open data。open data 就是所谓那些social data， 还有一部分政府公开的数据。然后其实这里很关键就是 my data， 很多人可能都忽略了自己的数据的价值，因为可能如果我现在发一条微博说我在这里做演讲，没有任何意义。假如是刘德华、周杰伦在这里做个讲座，它的转发数量可能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 my data 也是很重要。关于那个个人数据，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会需要有一种意识，就把自己所有的数据整合到一起。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产品或者软件能够把你平时运动的数据，平时交易的数据，然后你的打电话的数据，你拍的照片，你的微博，所有整合到一起，这是你个人的关于过去你的经历，
现在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大家可能自己有建自己的文件夹，存储到个人电脑里面，但是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很好的工具能够帮我们处理。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个人数据存储起来？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当然，当你回顾你以前的生活的时候，你可能过去就是那么不断的片段，然后你可以回忆。如果有一个软件，它可以把你所有去整合起来，然后分析了解，你过去经常会在6点到8点在某个地方跑步，可能你的记忆已经不会记得了，但是因为有了个人的数据，有这些软件能够帮助你，可能能够让你回想起过去很多美好的片段。但是现在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工具。那大家现在已经知道大数据的定义，然后大数据的种类。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要讨论大数据？刚才的视频也介绍了，其实它是一个有待挖掘的金矿。虽然这里面有很多的杂音、垃圾，我们需要筛选，但是它其实是有很大的价值。我待会儿举的例子不会去讲那些，比如说去预测什么恐怖分子啊，然后去讲什么模拟疾病的蔓延。待会儿我会讲一些例子，与我们的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其实大数据它有2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优化还有改造现有的商业领域，能够增加更多的销量，然后更多的利润，更低的成本，同时它能够开辟新的商业模式。然后待会儿第3部分我会讲我们新电信开发了一个基于大数据的产品，它不是针对于个人消费者，它是针对企业用户。这个也就是那个图，为什么我们要看大数据？其实大数据意味着更大可能我们能组合更多的信息，然后获取更多的知识，然后最后能够得到更多的智慧。首先我觉得大数据要解决大问题。那什么是大问题？大家可以想象到全球的气候变化，然后瘟疫，然后粮食问题。当然了，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治疗癌症。为什么我会举这个例子？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在纽约参加Strata 会议，它是在大数据领域比较顶尖的会议，然后有来自大部分是美国的，但是有全球各个不同的创业企业也好，大公司也好，他们都会在这个会议上展示他们如何用大数据改变人类的生活。那么在这个会议我听了很多讲座，只有这个让我感觉，我会觉得我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起码在这个领域我觉得我能看到未来。他讲的是什么？还是看一段视频。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spend this time with you. I wanted to first recognize the incredible job that the O'Reilly team has done with this conference. This is by far the best conference in our industry. Let's give a round of applause. I'm Jim Cascade, and I am the CEO of InfoChimps. It's a CSC company. We're a $15 billion leader in IT solutions. And what I wanted to ask you to do first is just introduce yourselves to the people on either side of you. Take a few minutes, shake hands, and as you're doing that, I wanted to make a couple of points.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1 out of every 3 people have had a direct experience with cancer in their family, just like you or one of the 2 people you just introduced yourselves to.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cancer is the 2nd most common cause of death in the United States, second only to heart disease. It contributes about 1 in every 4 deaths. I wanted to tell a story with the hope of making big data personal. The lady second from the right is Dr. Jameson. She's a world-known hematologist and stem cell researcher for the Moores Cancer Research Center. The lady to her left is my mom, and she's dying. She has chronic leukemia. It's a blood cancer. And she's outlived her life expectancy, and she fights for her life every day. The other 2 people, Randy and Olivia, are also leukemia patients, and they fight for their lives every day.
going to change my story a little bit because I just got off the phone with my mom before I came up on the stage, and she wished me luck and happy birthday. It's my birthday today. Thank you. And she said, you know, she asked a really interesting question. She said, "Honey, what is it that you do?" And I thought, you know, my Gartner response, upper right-hand quadrant, you know, we're a big data cloud with sophisticated analytics from real time to batch, and I stopped myself. And I said real simply, we use data to solve really hard problems like cancer, Mom. And she said, wow, that's really easy to understand. I'm thinking, yeah, it's much easier than explaining MapReduce. So then she said, when? I'm like, when what? When are you going to cure cancer? Whew, that was a tough question. I had to say, soon. Soon, Mom. This is Evan Thornton. He's a 10-year-old. He was diagnosed with Ewing's sarcoma. It's a primary bone cancer. Cancer is the second most common cause of death for children, second to accidents. Some of you familiar with the space know that there are 200 cancers, 200 types of cancer. In 2012, our U.S. population grew for about 2 million.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the various types of cancer could offset that in 2013. So why am I telling you this personal story? Why am I giving you the statistics? So what if I told you that the brain trust in this room alone could advance cancer therapy more in a year in the last 3 decades? Would you believe me? Well, you should, because it's true. This is Dr. Bjorn Bruker. He's a devoted medical director of surgical oncology and cancer research at the Bone Secure Cancer Institute in Virginia. Dr. Bruker is passionate, like we are, about the idea of using big data to solve big problems. In this picture, he's operating on a 33-year-old female, a wife, and a mother of 3 beautiful children, suffering from stomach cancer. Dr. Bruker sees death every single day. It's Dr. Bruker and our belief that we can help people like this mom, that we can help them by predicting individual outcomes and then proactively applying preventative measures and possibly giving them normal lifespans. Dr. Bruker is here in the audience today. Dr. Bruker, could you please stand up?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nd thank you for being so passionate. So, where does big data fit into all of this? Well, I argue it starts with the application. So stop building your big data sandboxes. Stop building your big data stacks. Stop building your big data Hadoop clusters without a purpose. If you start with the application, the business problem, the use case, you have a purpose. You have focus. You narrow the scope of your technology's choices, and most importantly, you accelerate time to value. 50% of big data projects fail. So don't listen to me. Build your boil the ocean big data project in 24 months. Don't come crying to us when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I had a prominent CIO, Fortune 100 company, ask me, Jim, what technologies do you have in your big data reference design? And I turned to him and I said, what problem are you solving? So maybe you're listening, you're saying, yes, Jim, I have a use case. What next? I'll argue it's very simple. You're probably a Global 2000 company
that's only used 15% of your data assets. So let's expand that to 100% of your internal data assets. Let's add another 100% of external data assets. Plenty of sources of data. So then we have the use case, we have a thesis on the data that we can add to the problem. You can always add more data to the problem. You can add more problems too. Then you can take your big data platform, your technology, apply it, data and analytics to solve your problem. It's a beautiful thing. The web scale companies of Silicon Valley, Google, Yahoo, Facebook, Twitter, LinkedIn, they've all handed us scalable big data technology, open sourced, and capable of executing on top of cloud resources. This is a disruptive time.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So, if you're in the C-suite, I know you're challenged. I know that you have a lot of unanswered questions. You have problems that haven't been addressed. You're limited by your data infrastructure. I give you a call to action. Take that one use case, supercharge it with big data and analytics. We can take and give you the best comprehensive big data solutions. We can put it on the cloud, and for some of you, we can give you answers in less than 30 days. What if you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cure of cancer? Thank you. So, 刚才这个演讲可能大部分后面有些人可能没有听太清。其实他这个演讲分两部分，第一个就是讲大数据其实真正的被用在跟就是那些美国的医院，刚才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对大数据有很深的了解，他也希望通过用大数据，然后收集病人的信息，然后预测病人通过治疗后的结果。第二部分他其实就讲可能在每一个行业我们都在讨论大数据在谈，但是你们真的需要大数据吗？你们可能现在要想的是，你们如果用数据能够帮你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能将来可能在讨论用什么 Hadoop 啊，各种各样的工具都在那，随时都可以买。但是你们可能要深入的思考，就是大数据怎么样能够帮你解决，或者是优化你现在的工艺也好，降低你们的成本。如果能够帮你做，我们再讨论下面各种各样的工具。当然，他们自己是一个提供大数据平台的一个公司，所以它后面会有一些宣传，这个我就跳过去。然后在座，我相信这是第二个例子，我相信在座可能会有一些是有小孩的，然后如果他们的小孩大概是0岁到3岁的时候，他们小孩可能不一定能够表达出他们的想法，尤其是在小孩哭的时候，你不知道是小孩饿了，还是他生病了，还是他发烧了。那么传统的做法就是摸摸他的头，是不是感觉是不是好像太烫了，然后送到医院，传统的做法。但是我这一次我是听到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产品，叫发烧总监。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它会在宝宝的身上贴一个可能是芯片，它会每4秒测量一次宝宝的体温，然后它就可以通过测量的数据，然后上传到云端，然后可以实时的监测宝宝的体温。如果宝宝的体温高于一定的数值，它就会提醒，会叫，然后让父母知道，可能是不是温度太高了，发烧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让父母省心，他省得可能吃完药后每隔4个小时要测量一下宝宝的体温是不是回到正常值。那同时它有第二个作用，就是能够绘制一个体温跟用药的曲线。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大家可能医生就说一天吃3次，吃3天。但如果你在第2天的时候，宝宝的体温已经很正常了，你是否真的还需要继续给宝宝吃药呢？所以它有一个体温用药曲线。如果你的用药量达到一定程度，体温已经恢复正常，其实没必要再听从医生的意见继续把药吃完。然后这个 app 现在已经获取大概好像千万级别的投资，在国内已经开始进行很大规模的产业化。然后运动检测，这个是为
刚刚那位想要减肥的 Jason 准备的。然后我自己是我用的这个 app 叫 Map My Run， 然后我自己是做了实实在在的有5个月的测量，我每一次跑步我都会进行记录，这里已经记录了我从去年9月份开始，然后我已经跑过457公里，然后我总共消耗的卡路里有45000卡路里，然后大家知道这等于什么吗？等于8公斤的肥肉。所以我大概就知道，如果我这样继续坚持跑下去，我大概每跑多少次我能够瘦多少。当然了，随着我体重越来越轻，需要跑的距离还有跑的消耗的热量会越来越多，但是我心里有一个底，我可以规划，比如说我今年年底我的目标是达到多少体重，我多久跑一次。然后我觉得这个 app 很好，现在我用的只是免费版，将来如果大家想要订阅它的专业版的话，它可以分析你跑步的时候的心跳，因为你要燃烧脂肪的话，你的心跳必须维持在大概140左右，20分钟以后，20分钟这样的燃烧脂肪的效果最好。目前它只是帮我检测我跑的多少距离，我的速度，然后我跑的速度在所有 Map My Run 的 user 里面是 top 10%、20% 还是 25%， 给我这样一个指标。然后它也会组织一些比如说 challenge， 就是说 OK 现在有一个比赛，你是不是要去跑一下，下个礼拜我就要去参加一个3大 marathon。然后这个运动检测的 app 很好，当然不是这一家，还有很多不同的 apps 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他们就是用手机作为传感器，然后收集你跑步的信息、速度。然后第3个也是我真真实实感受到的实际的例子，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在超市很多时候会打广告，什么广告呢？我们全程最低价，你怎么知道是全程最低价？你没有其他商家的信息，你怎么知道呢？那么我真实的一个个人的经历就是，我以前我在英国进行学术交换的时候，对一个这样的 Sainsbury， 英国有3个不同级别的超市，第一个是 Tesco， 然后 Sainsbury， 还有 M&S、Marks and Spencer， 对应新加坡大概就是什么生松、Fair Price、Cold Storage 这种级别。Sainsbury 大概是中端的，就是中间那种档次的消费。那么这个超市做了一件什么事让我很感动？他们会做一个活动叫 Brand Match， 同样一款产品在 Sainsbury 卖多少，还有在 Tesco 卖多少，他们会进行是每天进行一次比对，因为超市价格也是在调整。然后他们所有只要带有这种 Brand Match 的产品，如果他们的价格比 Tesco 要高，在你结账的时候，他们会给你一个收据，他会给你退钱，然后下次的时候你可以真的拿它用来进行消费。这个就是说，这样的话，它实际上运用了，就是说，首先你需要有一个很比较好的软件，能够实时的搜索不同的超市他们的信息，然后才进行价格比对，然后给出结果，实时的给用户，当用户进行交易的时候，然后反馈给用户。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利用大数据来改善我们生活的案例。当然了，还有在垂直的电子商务，以赛是一家预测商品价格的并为消费者提供购买建议的创业公司。它抓取不同的亚马逊、百思买、新浪等各个网站的数据，然后进行分析，最终它会整合在一个页面，让消费者比较方便的查看，然后预测价格的产品的价格趋势，帮助用户确定最好的购买时机。目前这个公司已经被收购。当然，在国内有很多，比如说去哪儿、携程，他们也会做机票的价格比对，然后也会给你提供信息。这也其实是大数据的一个应用。视频，在视频领域我们新电信有 Mio TV， 它会收集用户家庭的信息，就是当时你在订阅 Mio TV 你的用户信息，同时你们家庭每次在打开电视观看的时候，观看的内容、观看的时间，然后观看你们换频道的概率频率，然后对用户进行聚类分析，然后从而更好的了解用户的习惯还有它的特点，
然后在我们进行做各种 campaign 促销的时候，会更加有针对性。比如说世界杯、英超，我们可能会重度对那些足球爱好者、体育爱好者进行广告推送。这个是一个噱头，好玩，但是大家看到结尾的时候会有一些你首先可能会不屑一顾，觉得追女生是一件非常不科学的事情。但是下面的这一组数据和事实会告诉你，数据在咱们追妹子的时候是十分关键的。从第一次与妹子约会到最终确定关系只需要6次。星期三约妹子的成功几率最高。女性剪头发意味着感情生活有变动。以上这组数据告诉我们，如果能够发现这些数据的奥秘，对于你是否能够成功逆袭摆脱单身是很关键的。下面我们正式分析一下如何利用数据科学的追女神，看一看在实践的过程之中可能需要哪些数据资料。这些数据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粗粒数据。下面我们看一看规律性数据，这些是基于规律基础之上对妹子做出的常识判断。那么价值型数据是什么？此类数据的最大特点就是难以量化。不要以为知道上面这么一点东西，妹纸们就离你很近了。探讨一个核心问题，从哪里挖掘上面这些数据？那么有3点。第一，内线法，利用糖衣炮弹，我们要成功发展成为女神闺蜜的好友。第二，竞争对手追踪法，观察敌情并发掘潜在信息。第三，前任败因分析法，跟前任套近乎，神秘取经。那么如何处理挖掘到的信息？第一，我们需要发掘关联性。什么是关联性？我们举几个例子。女生剪头发常常与心情有关联，你或许可以得出结论，这一天女生心情不好。当然还可以关联到一个特殊因子，女生生理周期期间心理状态变化会很大。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执意约女神出门，最后的结局肯定是被3振出局。所以我们要善于得出推导性结论。我们之前得到的都是零散数据，关键是把这些数据整合之后能够有结论。比如说，与这个弟弟的关系可能成为你的突破口。不吃早餐是为了省钱，还是习惯，还是另有原因？当然，光有一堆没有实际分析的数据是没有用的。我们来假设一下，只是在大街上偶遇了这个妹纸。除了知道这个妹纸住在附近，我们没有其他任何的信息。那么下面开始进行数据挖掘与分析应用。第一步，我们需要知道目标女神的联络方式，电话、微信、微博、QQ。至于怎么去获取这些信息，你不妨想一下，利用上述联络方式展开关于女神的社交网络地毯式搜索。例如，将女神所有的说说和微博看一遍，基本上也能对女神的性格做出一个判断。第3步，搜索引擎输码，在百度上输入女神的名字，输入各种加入地域、学校等关键词，这样你就能很精准的再度获取更多关于你女神的信息了。到这里，有人要问，得到这些信息有什么用？为制造惊喜而奠定基础。他想要的时候就给他想要的，聊天的时候可以对症下药，妹子喜欢什么咱就聊什么。挖掘女神的需求，搞定女神内心最渴望的东西。你以为谈的是追女生吗？其实谈的是创业。什么？看不明白？那就重新再看一遍。成功的创业者都善用数据追女神。